这个地方属于湖北利川市，在航拍的画面当中，能够发现，在山谷中有一栋房子。那顾名思义呢，这里就是有人在这里隐居。这个地方叫独家寨，可以说一户人家，也可以说是一个人。在网上看资料说，这个地方的房子已经存在了50年，也就是说有人在这里隐居了50年。今天我们就来这个地方探索一下，可以看到是在崇山峻岭当中，一个大的峡谷当中。说你这些都说完了吗？玉米？还没有，稍一些收的。像这个是准备干嘛用的？打来喂牛。哦，喂牛是吧？哦，那可以啊，这那有多重作用了。啊，打牛啊，辛苦了。哦。这种篓大家见过没有？在恩施这边见到很多啊，它就是这个背起来的，很重的。他们背玉米也是这个，然后出去赶集背东西也是用这个。现在上面是很多那个红薯梗、红薯叶，我挺喜欢吃这个的。每年，特别是这个熟的时候，我们农村很多人是用这个做一道菜的。说到这个红薯梗、红薯叶，那很多人不知道了不了解啊？西瓜大家都知道吧？我们一般都是吃西瓜，然后西瓜那个皮呀，那个也是可以做菜的。我们那边现在还有这种做法，就是说西瓜那个最外面那个皮刨掉，然后那个中间那一层像我们说的青瓜一样的切成之后，炒辣椒、炒肉是非常好吃的。看到没有？那里有一个大的山洞，那里不止一个啊！一直往里面走的话，就是这边一个经典的徒步线路，大概是有好几公里。我们现在准备上去了，前面就是独家寨。这里以前是不是有个小卖部啊？因为可能以前游客比较多，所以呢，可能有人在这里卖东西。我们现在看一下独家寨，就这样爬上去的。独家寨，走上去看一下。哇，这里好陡峭啊！这里也可以说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。那个门就把守了这里。那以前我们说古时候，不知道这个地方有没有土匪居住啊？独家寨，一个人的山寨，一户人的山寨。最开始可能就一个人，后面呢可能就变成一家人。已经到了，上面一位老爷爷在这里，我来跟他聊一下。旁边这里还有很多苞米啊、玉米。这里可能不知道现在是有几个人在这里。这里养了一条狗，这就是老爷爷。你是哪里的？我是江西的。江西的？啊，您到过没有？没去过。你现在就一个人在这里吗？一个儿子啊？一个人。哎。那你每天就一个人在这里？哎。您今年贵庚啊？多少岁了？82了。82了。哎。在这个地方生活了多少年？50几年了。50几年。哎。我说你以前是在这里种田，还是说做什么工作？没怎么做工作。以前我看你这里好多材料，有好多工具。你以前是什么师傅是吧？不是师傅。是做木工的吗？啊。做木工是吧？那也是一门手艺了。哎。做哈嘛？啊，不用，您做。那你每天是自己做饭？哎。这里还有这么多柴火，那可能是他的小孩帮他准备好的。一般在农村嘛，都是烧柴火比较好的，做饭可能也是柴火，就是不知道现在他这里是用柴还是用煤气。我说您做饭是用煤气还是用柴火？柴火。柴火，没弄煤气啊？对。哇，他这里有很多工具，简单看一下。你看这些就是做木工的工具。我们在下面看一下，这里好多苞米啊。刚才问了这位爷爷，他是做木工出身的，所以呢，他这里呢很多东西啊都是他可能自己自办的。刚才简单跟这位爷爷聊了一下，整体看的话，精神状态还好，毕竟82岁了。
但是有一点呢，就是说可能听力不太好，有些他可能听不清楚。这个房子全部是您一手自己打造的吧？嗯，哇，那打造的挺好的。他也跟着过来看一下。这个房子有多少年了50几年了，那这些石头你是从哪里搬过来的？华山，也是外面。哎，那这个石头基本上是他们一家搬出来的，而且整个它这个地基啊，全部是这些石头组合而成。所以呢，他建这个房子呢，我估计也是日积月累、年复一年这样组合起来的。刚才爷爷说这个房子有50多年，我估计呀也差不多。为什么？因为看它的窗户就知道，那种窗户的话，明显是有50年左右的历史。因为到了上个世纪80、90年代，那个窗户啊就有点不一样了。大家可以看到房子建造的布局结构的变迁就知道了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个是一个木桶，这里呢有几个孔是养蜂的。我上次来过一次，我说我们农村呢有很多这样的木桶蒸饭，很多人说这个是养蜂的，因为每个地方不一样，它这里是养蜂的，而在有些农村用起来就不是养蜂。你像我们那里基本人没养蜜蜂的。我们上去看一下，好像那老爷爷的小孩在这里，去看看，好像有2个人，不知道是不是他小孩。哎，叔，这是您父亲是吧？啊，对对，哦，今天在家呀？哎，您在这边也生活了多少年？ 50多年了嘛。就是您在这里出生的是吧？啊，哦，那也是挺好的，这个地方山清水秀的。现在您每天都在这里，还是有时候要出去？我这个今早上才回来嘛，我在外面干活了。哦，也在外面上班。啊，哎呀，他一个人在这也确实不太方便。啊，对对对，那您出去了，您每天回来，还是说隔几天回来？有时间隔几天回来，有时间是一天早去晚归。啊，那也是，因为毕竟他一个人不太方便。哎，对对对，他一个人，我看他精神状态还好，但是可能听力不太好啊。哎，他耳力不大行。毕竟80多岁了嘛。啊，对对对，你说80多岁也算是高寿了，嘿嘿，是吧？那比起有些来那也不算，但是呢，他是上前年嘛得的那个脑溢血的慢性病，他现在他所以不当讲话嘛。也好，这样多休息也好。哎，那这边就你们2个人，对对对，那以前怎么一直住在这里，没想过搬出去呢？搬出去你什么都没有吧？哦，对，全得重新置办。对啊，农村里面嘛，你想你出去了，土地也没有，你种点菜，或者搞点其他的东西，有没有土，那都不方便了。那倒也是，像这些苞米都是你们自己种的，是啊，是我种的嘛。那还挺多的，哎，还没收割，还没熟吧？哎，快了，看到那黄国了。哦，那也快。嗯，那你们还养了猪？我今年的猪都养到我弟弟那边的。啊，你们2兄弟是吧？哎，对对，弟弟在外面，对对对，那也等于就是在这里生活了50多年，也挺长的了。对对对，这个地方就是空气好，山清水秀，哎，就是交通不方便吧？交通是不太方便。哎出去的话要走10分钟哎，要15分钟。啊。啊，那你们基本上买东西怎么办？去哪里买？利川呢？啊，去利川。然后像这些，打个比方说，平时吃的菜呀、肉啊这些，去哪里买？一般肉啊，一般都是自己喂的嘛。吃点小菜，有时间放点钱带叫那边的人给买带过来哎啊。那基本他爷爷他都不出去了。他现在是不当出去了，原来他没得毛病的时候，他天天过去。啊，天天过去。哎，他有时间还可以，原来他可以一天走2、3道。啊，因为毕竟现在确实思维各方面也跟不上了。对对对，这个地方还行，哎，还行。对，除了交通不方便，其他还好，有水有电呢。有，水是怎么弄的？一般我都是吃那个我对面一个水池吧。有个水池，哎，我看到外面有个管道进来，不是自来水送进来。原来是我们在那个那上面我们自己投资打了个水池吧。啊，那的管子。现在也没有了。现在他都没那管嘛，他是水池漏吧？那你们这边做饭是用煤气还是用柴火？柴火。怎么没搞个煤气呢？
一般你煮饭都是电饭煲嘛，都是用电嘛。一般像煮点菜呀，都是用柴火。那柴火饭、柴火菜好吃。像旁边那些柴都是你自己砍的。对对对。那砍的好多啊。叔，你是很勤快的一人，看得出来。你们是做木工出身吗？还是怎么说？我们啦，我们不是。我看那个有好多木工的工具，爷爷是做木工吗？以前他没做过，也没做过。那怎么那么多工具？我要不是搞一点，又会一点吧。就是您自己搞一点，会一点。那这个房子全部建起来有时间有多长了？那前前后吧，是10多年吧。10多年，以前不是这样的。原来没有这么宽吧。当时为什么会来这个地方居住的？修这个屋嘛，71年这个烧掉了嘛，失火了。就是以前老房子失火了。也是现修的，修了2、3年这个失火了。那这个地方总体来讲的话，反正你们也现在居住了50多年，也不会搬出去了。小孩都出去了。在哪里？在利川吧。那也好一点了。对，他们肯定是会出去的。您是不会出去的。对对对。偶尔可能会去看看他们这些。对，因为现在年轻人在这个地方是待不住了。我听说这个地方以前有人想投资是吧？他是想买断的，过后呢，他说他自己一个人搞，他方便好搞。他当时准备投资多少钱？他那时候我2个谈成80万嘛。80万。那有接近20年了。20年。那是啊，现在估计就没来了。现在那80万都搞不走了。那肯定了，这个地方现在基本上要几百万了。因为这个地方它是全部给他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它属于门里面的嘛，全部。那也是。可能碰到有些人喜欢养老，喜欢他退休，可能还是会来这个地方，有可能。是他有的，他是说他想在这里搞一个，或者是搞个这个避暑山庄啊，或者说是搞其他的啊。对，农家乐这些地方是非常不错的。因为现在城市里面呢，特别喜欢跑到乡村这些地方来，他搞个农家乐很好。10年前80万，现在如果是说可能要300万。那差不多。差不多啊。那是要那么些位置。可能以后还是有人会来的。农村有一个好处就是房子真的宽敞。对。你像我们老家也是农村的，一个厨房比城市一个卧室都大。你包括你们这边也是的。那厨房多大呀？几十个平米。城市的厨房才几平米。对啊。您今年50多岁，在这里50多年，那以前你们读书怎么办？走出去。要走多远？10多里路吧。每天出去？那天天那早去晚归啊。就是5公里啊。那是教育台吧。去教育台，我知道，就是每天要走5公里啊。对啊。那你这样早上要几点钟出门？那个时候很穷嘛，要8、9上10点钟嘛，早上还要放牛嘛。放一早上牛了才出去。那时候已经上课了。那别个都上了1、2节课了。刚刚跟这位叔聊了一下，他向我们介绍了这个独家寨的由来，以及当年确实是有人想投资、想建设这里，但是后来可能就不了了之吧。这里呢有好多这种干农活的工具，大家不知道见过没有？像干农活，有翻地的，有除草的，然后有把那个土块挖出来的，然后还有把土块打碎的，各种各样的。所以不是说一把锄头打遍天下，不是这样的。再这样看一下，这里好多蜜蜂啊，因为是养了蜜蜂。我刚才跟这位叔叔聊了，因为那位爷爷他年纪大，可能耳朵不太好，然后前几年得过病。刚才听这位叔叔说，进了那个大门，这一块全部都属于他的。这个玉米也种了很多啊，然后它的水呢是在那个地方。我一开始以为那位老爷爷属于木工，后来才发现是这位叔叔，他懂一些木工的活，所以有很多木工的工具。还有一点，我们得说一下，我们的祖国确实厉害。你看看，这里有1户人家居住，电就通到了，也就是有人的地方，电就通到哪里。
大家说这个地方是不是世外桃源？是不是非常适合隐居？假如说让你长期在这里住，你能不能坚持得下来？但是他们在这里却是已经住了50多年，也可以说是隐居了50多年。一开始是那位老爷爷在，后来他小孩也在这里。最后再看一看这个环境，是不是非常不错？崇山峻岭当中，这个地方空气很好，而且旁边呢也是一条经典的徒步线路，每天来这里参观游玩的人还是很多的。其实我比较喜欢这种山区里面的生活，所以我自驾出来旅行也时常会来这种山洞、山区里面看一看。